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川普他又在喊价了，他喊出台积电竟然要投资亚利桑那州，要投资3000亿美元。这消息出来的时候，全国人吓了一跳，真的假的？虽然台积电现在出来说明没有，就是1600亿元，但重点是什么？根本不在于数字，重点是在于川普的心态。川普现在今天很明显，他不仅仅是要台湾，他更要是台湾的台积电。但对于台湾人来说，我怎么可能把台积电拱手让人呢？台积电可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它可是我们的经济命脉，谁敢动它，我们就杀下去。为什么会说杀下去？你看到这一次2奈米的偷窃案件，这一起的泄密案件，我们只能说检调单位他们完完全全台积电化。我们都知道台积电有3班制，但是这一次的检调单位他们是24小时制，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从报案到抓人，短短1个月的时间，由高检署统筹出动了3个单位，包括了新竹的调查站，包括了这个所谓的北基站，包括了法务部的资安站，等于是什么？你从资安到国安，所有人才通通都投入下去。你没有办法想到一件事情，从今天这名嫌犯从家里到这个咖啡店去交付资料的过程当中，从新竹高铁站的司机到咖啡店里面的人，甚至你去了哪里见了谁，所有的一切都被检调单位看在眼里，全部都已经埋伏，等到你交付的那一刻，全部把你抓起来。这代表什么？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动用这么大的国安的力量，出动这么多的一些资源？因为都知道这是一个攸关国安的事件，只要攸关于台积电，现在一定要全力的防堵。好，我们现在接到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早；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台大电机博士张晴玉，早上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林传媒政治司法组的召集人吴正峰，大家好。来，世聪，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聊这个2奈米的泄密案件，这泄密案件现在抽丝剥茧，一个看。现在确定一件事情，从报案到抓人，仅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时间，我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谍对谍。我们叫谍对谍。当今天台积电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立刻去报请我们的国安单位，国安单位指挥下来之后，全部人都动了起来。我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常讲以色列有铁穹，是所谓的美国有金穹，原来我们台湾也有资讯的铁穹。没错，上这次的台积电的这个泄密案，告诉你看，我们台积电的反应相当快。那我们的国安单位，我们的检调人也是马上就配合。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我们知道台积电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啊。你看昨天晚上的时候，川普还说什么？我们即将要公布半导体的还有这个药品的税率啊。然后我们这个希望这个能够在美国制造，那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企业，那你知道来自台湾将在亚利桑那州投资3000亿美金，兴建全球最大的晶片与这个半导体厂。他讲的就是台积电嘛，所以你看，川普念兹在兹，他上任第2任以来，他已经讲了多少次台积电？我要台积电。对，你看他这么他是全球最有权势的人，他都一直想要把台积电涌入怀中。那你看他这样想，那你说其他人会不会这样想？当然这样想，可是他们更想要台积电的技术嘛，所以才有这一次的泄密案。那你说我们知不知道？台积电知不知道？台积电当然知道，我们国家也知道。所以照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就把这些所谓机密的东西呢，已经把它列为国安法里面管辖。就是国安法里面来说，你只要涉及到这个跟国安有关系的，绝对用国安法法办，我就处理你了。对，那国安法的话，当然国家就会动起来，所以这次等于是说大家都动起来。好，所以这个形容就是为了要防止我们任何的机密外泄。台湾在过去几年来说了，台积电内部还有我们的我们的检调单位，还有我们的国家建了一个层层的防卫网，就是你刚才讲的金穹系统。我们务必的让我们的所有的资料不能够外泄出去，因为这对我们台湾的经济命脉实在太过重要了。志东，我们刚刚讲这个叫做重要性，为什么叫重要性？你看到这一张图，这张图的时候，我吓到。第二件事是什么？现在台积电对于这种事情，知道我泄密了，我马上在内部，我马上去做处理；在外部，我也马上去通报。没想到这内外加起来，今天看起来根本就是一个天罗地网。对，好，为什么说是天罗地网？我们就来看一下台湾的这个科技金穹系统是怎么运作的。第一个时间点里面，台积电已经发现到说，疑似有人呢登录，然后有泄密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你看他们在内部启动了一道 PIP 的这个专案。PIP 的专案里面来说，包括说，我们这个规则的这个防范啊，然后资讯我们要控管，你现在不能够再登录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权限我们要给你控管住，然后我们要开始知道说，你这个登录什么东西？那台积电内部已经检讨过一轮之后了，发现到说，
这个事情大条了。对事情大条的话，不是只有内部处理哦，所以因为试射机敏的时候，他就马上通报给第一个单位是通报了国科会。赵友，你知道为什么要通报国科会吗？因为第一个，我们台湾的这几年有所谓国家的秘密保护法里面，它有纳管很多的这个机密的资料。他第一个时间报告国科会的意思是说，那请问这个是不是在国安法的这个规定里面？对，国科会认定说是。所以是国安法的认定跟商业秘密法这个处置完全不一样哦。所以国科会认定说这个是我们保护的这个状况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总统府也知道了。对，因为他要告诉总统，因为这是国安层级啊，国安层级能够动了。台积电2奈米的技术被偷，对，多严重？所以这是国安层级嘛，就是国科会知道之后就通报给这个总统府嘛。那总统府当然马上第一个时间就说，那赶快去通报给相关的检调单位。所以台积电也马上就通报这个检调单位。检调单位我们讲。国安法的话，直接可以跳到2审嘛。2审来说，所以你看，台湾高等检察署马上就接到这个案子，然后自由作为智慧财产的这个检察分署来办嘛，哈。那因为智慧财产是牵扯到所谓的我们这一次台积电泄密的相关的资料，你要有这个 know how， 而且你要有这个经验才能办这个案子嘛，不是特殊的这个这个要特殊的这个检察署来办哈。那第一个时间当然就调动了，包括说这个新竹市的这个调查站啊，还有调查局啦，还有包括说像这个调查局的北基组等等。3个单位动起来的话，当然就是马上我们就讲到，他们就开始天罗地网嘛，把这些所有疑似涉案人员的，你的家里面的这个状况，你在公司的状况啊，甚至你到哪里去了，我们锁定几个人，然后等到真的案子成熟之后，一网把你打尽。而且我们看到是非常罕见一件事情，当台积电知道自己出了事情之后，第一时间他就锁住，对，锁完之后，他就开始找外部的势力进来。你可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新竹的调查站、资安站，甚至所谓的北基站，对，等于从资安到国安，从文到武，对，全部出击，是精英中的精英。对，因为我让你跑很难跑的，因为这次涉性真的非常重大嘛，所以你看这个3个单位集合起来之后，那当然了，抓到人之后就马上就这个马上就起诉，而且马上就羁押禁见嘛。所以你看，实际上这整个单位里面，你看有弄到法务的相关的啦，还有检调单位啦、总统府啦，甚至国科会，你就知道这个是国安等级的一个状况。好，那当然了，我们就讲这次的这个试射呢，来说的话，真的相当多人嘛。我们就讲有一个外面的人就是这个陈南嘛，然后他之前也是台积电的整合工程师嘛，对。那里面来说跟他配合有2个这个涉案比较严重的，就是个吴南嘛，还有个戈南嘛，他们2个就是所谓的这一次台积电涉案的内部人士。好，那主要就是透过吴南的方式，陈南的方式，他跟这2位联络，就说我们想要知道一些内部的这个资料嘛。对。那这内部的资料里面来说，这个因为目前为止来说啊，台积电可以 work from home， 就是说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脑带回家。那带回家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个远处登录，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呢，登录的时候就把一些机敏的资料了 copy， 那 copy 的时候就要交付给这个陈南，交付给陈南这个状况，因为他们约在什么？约在星巴克，在这个所谓台积电旁边的星巴克，那当然人赃俱获，就把你抓到。所以是这个案子是什么？这是一个叠对叠的案子哦。我们刚刚讲到，你刚刚讲的吴南还有戈南，对，他们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对，他们怎么也没办法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原本从住家，对，好端端的出门去，直到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厅，双方在交付的过程当中人赃俱获，是他们第一时间在想什么？对。怎么旁边这么多人？是怎么一路是被盯？对，原来从住家开始，对，他们是一路被跟监，有到这么夸张？对他们原本就认为说，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怎么突然那么多人把我们抓起来？他们当然一定吓一跳哈。那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时间点里面，这吴南跟戈南他们马上就被台积电锁定，因为他们有异常登录的这个状况，所以台积电已经锁定他们2个人了嘛。那为什么锁定他们2个人之后，为什么台积电都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为什么？因为他要调出到底是谁跟他联络嘛。就后来好像疑似是也知道这个陈南之后呢，他们就说，原来把这个龟霸藏逃、霸上位都已经抓完了之后，要等到人赃俱获，因为他们一定要有犯案的事实嘛，所以等到他们到了星巴克才抓起来。那这个过程里面，你看。他们当然有住家被盯，对不对？然后他们当然也到公司去，到包括说东京威力科创或台积电，这个检调人都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你看这整个过程里面来说的话，就有点像是叠对叠，在我们在看这种007影片或是好莱坞影片的这个感觉嘛。那因为你要抓到他们才是能够人赃俱获，才知道说对方是谁，才知道怎么样一个情形，才知道整个犯案的这个情节嘛。那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目前为止有6个被告，那有3个被羁押嘛。那他当然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吴南还有戈南，他们是台积电内部员工，还有这个陈南是东京威力科创。那他们2个人一共提供给这个陈南约莫是几百张，快要1000张左右的这个资料。好，那为什么台积电会知道呢？因为第一个，你知道他们2个人呢，或是涉案员工，每次登录的时间
间点都在3分钟。你看为什么登录3分钟？ 3分钟是个密码吗？因为3分钟以上可能就会被监控，你是不是长期看得太久的一个状况？然后这样成员呢，他跟台积电的研发人员内部往来密切，所以他熟识这个研发人员，因此由这个台积电员工远端的这个办公的机会，操作公司配发的笔电，登录公司内网，再趁机打开机面文件，供承揽用手机拍摄机密，然后以避免数位监控。我就讲。你在这个外面打开这个你公司的笔电之后，万一有人在拍照，或者说你的手机在拍照的时候，台积电都会远端的这个监控你。对，所以就是说，因为这样，因为再加上说，因为他们3分钟你就要登出，3分钟就要登出，但问题资料那么多啊，所以照会怎么样？它会密集的3分钟登出，3分钟登出，3分钟登出，3分钟登出。那台积电的远端的这个当然会发现到说，你这太奇怪了。对你张兆伟在搞什么？你这个人怎么会突然这么密集的登录、登出、而且都锁在3分钟内？而且他还看了一些可能不属于他能够看的这个资料。说那当然，如果你是台积电员工，你会怎么想啊？你这个有鬼，你到底要干什么？所以马上就锁定他们。那锁定他们之后，开始展开监控跟所谓的灾害的这个控管的这个部分。所以才有我们讲的台积电成立 PIP， 然后外面到国科会啦，然后到这个我们的高检署到总统府这样办案的这个状况。所以台积电知道说我不能够靠我内部的这个状况，我要往外报，所以才有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形。这一次的2奈米的这个事件，2奈米事件这件事情来说，台积电也是相当的谨慎。照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台积电来说非同小可。为什么非同小可？因为第一个泄密的对象是 TEL， 也就是说是东京威力科创。对，东京威力科创呢是台积电第2大的设备供应商，然后东京威力科创呢，台积电是东京威力科创的第1大客户。他们2个公司这样爆发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台积电对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它应该还有后续，包括说跟东京威力科创还有外流到哪里，它要后续要追查。当然，对我们检调来说的话，我们要陆陆续续建立起这一套的机制。这次的办案，我觉得为什么媒体会完整的那么知道这种？我觉得也是检调单位要给大家看。我们觉得在国安法，我们要办一场案子，办一个案子，而且跟大家说我们怎么办案，这样才能够吓阻目前为止有意要泄密的所有人，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泄密。郑凤，我们刚刚提到这次检调，他听到台积电上门，台积电报案的时候，他们整个都站直了。为什么？第一次这种台积电的案子，我们要来接手。直到你跟我讲，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原来他们在接手的时候，他们竟然台积魂上身。什么叫台积魂上身？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台积电有3班制，等于是一直 run。这次的检调24小时制，从资安到国安，有文的有武的，全部都撒下去办的，没有错。这个检调这一次真的就是台积魂上身。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最有名的就是什么？他除了他的晶圆，还有他的工作压力啦。对，所以他的工作压力24小时3班，一点点胖嘛，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而这一次检调接获台积电报案，惊喜！为什么？因为2奈米技术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什么国本嘛。对。所以假设2奈米技术外的话，动摇国本，所以这个高检署惊喜，马上什么神经绷紧，有主任是谁？这个高检署制裁分组主任叫郑新宏。郑新宏以前就是检察长，退下去，等于是检察长自己出来办的概念。没有错，检察长亲自组成什么办案团队？你知道这个案子有几个检察官吗？6个加上郑新宏6个人，然后其中主办的叫刘怡君，刘怡君是谁？刘怡君就是台积电的麻吉好朋友。为什么？因为刘怡君他原本是在新竹地检署服务啊，他在新竹地检署服务的时候就办过台积电的泄密案。对，所以第一个第一个刚讲郑新宏，第2刘怡君，对不对？对。然后再来又有4个检察官，一个是这个朱立豪，朱立豪就是之前办那个台湾民政府办很多贪污大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检察官。然后还有一个黄正雄他是那个 Cornell 的这个访问学者。然后再来就是一个黄文基，他曾经调过行政院这个经贸办公室。所以这次是什么？精英全部都出来，而且跟过去跟台积电是有相关联性，过去跟台积电有合作过的，所以当他们有什么需要，马上就下去的，马上就下去。7月收案，7月就办了。然后这个我们刚刚讲主办是刘怡君，对不对？对。刘怡君其实8月就要调了，他其实可以不要管这案，因为这是案压力很大，但他马上就办了，马上就办这个案，所以代表高检署对这个案子，就我们刚刚讲。台积魂上身，为什么？因为大家神经紧绷，然后就绕了调查局来。刚讲什么？这个新竹市调站，对，专门在办那个科技案件的营业秘密案件的。再来就是那个北基站，
专门办那个侦查案件的哈。侦查案件就是北基站是我们台湾最有名的，而且人家听到会怎么样？风声鹤唳。他们北基站在办什么？对办贪污案件、收贿案件、没错侵占案件，有多少政治人物是死在他们手里的？对，就是让大家闻风丧胆的北基站，还有一个就治安工作站，我们俗称的第4军。所以所有的这个检调都动起来，动起来以外，这个案子还通报高检署检察长张斗辉，甚至还通报谁？检察总长邢太昭。连邢太昭都跑出来在指挥了，层级这么高的，层级这么高，最高的对。然后呢，后来当然也有通报法务部长郑明谦，对。好，所以呢，为什么台积文上升？因为呢，这个刘怡君哈，就要求这个检调啊，要求这个调查官24小时去定谁？定这个嫌疑人。为什么要去定嫌疑人呢？因为目前台积电只给资料说，这个登录系统异常啊，但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跟谁见面，交给了谁，然后这个犯罪行为是什么，所以必须透过最传统的跟监，然后金流，然后还有这个电池记录，好，所以我们刚刚世聪哥有提到，他就是透过这几种这个侦查手法去研判说哪一些人的犯罪嫌疑比较高。然后就跟着他走，那这个案子呢，坦白说是2024年其实就发生了啦。对，但是台积电好像是今年7月现在报案。你说他2024年就发生了？对，所以可能拖了有1年。对，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国的这个科技业对于这个营业秘密外泄要不要报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谨慎。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一去报案，基本上就是跟你的业界说，拍谁，我家有些营业秘密外泄的，那你的上下游、你的合作厂商一定会怎么样？很害怕说，我给你的营业秘密是不是也有可能外泄？你的责任跟你的义务会不会没有善尽，而导致之后影响到我？所以其实台积电原本对于要不要报案是相当谨慎的。然后后来我跟大家报告，因为他内部行政调查之后，他发现他们内部没办法处理，他只好透过这个检察机关去调、去查、去分析，到底是哪一个人在当内鬼。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这个案子绝对是非同小可，不是我们外面讲说，他觉得有犯罪行为就去报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次，这个科技业者如果没有真正觉得危害到他的生意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去报案啊。所以其实法务部之前一直在跟竹科、南科的这一些业者在开会的时候，都一直讲说，拜托姐，林英达那刚刚你营业秘密也靠人掏拜托你爱一下报案。对，其实检察机关、法务部都一直拜托业者报案，但业者其实相对保守，因此我们必须要坦然面对，我们就必须要正视，就是说我们台积电这一次的这个营业秘密外泄的程度还有它的这个严重性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对，然后呢，甚至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高检署他们之前有发一个新闻稿。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写的有一些基本的元素但是它里面没有提到他用了哪一些罪去声押。所以正峰，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照着刚刚这个逻辑下来，2024年台积电就已经传出这样的事情，对，就代表这个时间点拉得非常长。对，如果再看到这一次声押理由，这次声押理由的时候没有，我觉得说声押理由为什么没有？如果拖了这么久，为什么会是没有的？对，非常奇怪，对不对？好，我后来就发现，假设他的声押理由最后成真的话，可能会是什么？是国际纷争了。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声押理由，它用了2个去声押，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叫国安法嘛，对。另外一个它叫做营业秘密法，营业秘密法的第13条之1跟第13条之2。为什么要讲13条之2？因为13条之2叫做意图域外使用。就是说，你意图把你的这个收集到的营业秘密拿到，我们假设拿到日本使用，意思就是说，假设如果这个东西流到日本的话，那然后刚讲TEL 嘛，这个东京威力科创对不对？东京威力科创又跟什么？又跟日本半导体国家队是关系非常的密切嘛，因为他是他的股东。所以你说这个里面声押理由最关键的4个字就是域外使用。对，在域外使用里面藏着很多的可能性。对，你到底有没有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对，这会出事的。而且这个是国跟国之间的纷争假设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日本的什么半导体这个国家队叫 Raptors， 对 ，Raptors。
Raptors 7月18它才公布什么2奈米， 2奈米，对不对？然后大家就想说啊，不，可能啊，7月这个台积电它7月才报案，怎么可能马上2个礼拜它就这个生成这个2奈米？就是说 Raptors 它就试产成功嘛，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这个外泄不是7月外泄，是几月？是去年呢。依照这个时程来讲，其实不排除是有可能有关联的。宇轩，没有想到这次竟然什么？有人在跟台积电来挑战他们所谓的资安，他们所谓的防护。我们都知道，台积电的防护滴水不漏，而且已经到那个夸张的程度，连我手上拿着这一张纸。纸里面也有秘密的。照整个台积电，其实上它的资安，为什么之前魏哲家有信心讲说，你想要偷我的东西，先派500个人来讲，为什么铜墙铁壁？它不只分为4大项，包括它的厂区，甚至呢包括它的营业用的项目，包括它的电脑，包括它的资安记录，甚至如同你刚才讲的，连一张纸，今天呢你这个纸它里面都含有金属成分，你想要带出去。都不可能。真的假？你说台积电的纸里面有金属的成分？对，它整个厂区非常的严密。为什么？它是分4大项，19个小细项，一点一滴的，全部每一个东西它都要管，而且甚至严防到什么地步呢？因为这一次它是用翻拍的方式嘛，那刚好它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也被抓到嘛。比如说我们讲南京厂，为什么魏哲家有自信说你派500个人再来跟我讨论？因为道理很简单。今天每个人比如说他要完成一个工艺，完成其中一个制程，他把所有的细项呢，比如说100项里面呢，每个人平均只会分到几项，大概2到3个项目。换言之，你跟瞎子摸象一样，你不知道自己在摸什么，你只知道说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但你知不知道整个完整的 picture？ 不知道。所以你看南京说他那时候要严防嘛，我把100个包把它切成我们讲50个，再切成更细的，所以每个人大概只分到3个工作，你根本不知道其他97个。所以别人是说，今天这2个工程师想尽办法这样弄，对不对？但他也只能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所以他只在他权限范围之内把所有东西拍起来。但所以每一个工程师他是什么？他是个小螺丝，你就把你的小螺丝给锁好就好，其他的你通通你都不知道。对，不得其全貌，你只能看到其中一部分。但是更厉害的是在这边，为什么？因为以前台积电要严防说里面厂区的资料泄露，所以不只是不能带外机，你都只能用这种我们讲的是公务机。但以前在讲大哥大嘛，他说不是叫2哥大，你知道为什么叫2哥大？二哥大，因为被阉割过。这个2哥为什么呢？它的功能根本什么都没有，你是基本上除了桌机之外呢，你这个手机只能跟厂区尽量的连线。那你想到什么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功能，全部都封锁。但是因为后来发现说这实在太难用了嘛，所以他们要进化，把它弄成什么？弄成新的 iPhone。但你知道赵尔弄成新的 iPhone， 你以为说治安会被泄密，对不对？我跟你讲不会啊，它不是吗？它都已经是 iPhone， 它不是智慧型手机了吗？你知道他找谁来吗？他找 CIA 来，他叫 CIA专门帮他设计里面的资讯的控管呢，跟相关的防护的软体。对，所以他的 PIP 做到已经是滴水不漏，所以他也不能拍照，然后呢也不能做其他功能，基本上呢所有的功能都限缩。但你想想看，因为台积电光是在2019年的时候，一年度商业机密有8800条。对，那8800条现在一定只增不减嘛，因为我们的技术工艺越来越复杂，所以等于说他们每天呢在监测这些手机跟他们的电脑，还有它的电池记录是有多少次。超过100万次，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全部都照射列管在里面，所以你想在这个情况下，你想要把这个东西偷出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难上加难。所以换言之，为什么台积电在这一次我们讲，的确这个泄密风暴非常的严峻，但是呢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或者影响。其实最重要的是，台积电对于这种保密防谍观念呢，早就已经领先业界，不知道几条街去。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台积电的每个工程师，他就跟小螺丝钉一样，每个人都在去忙自己的事情。尤其什么，现在不管做3奈米、2奈米等等，你形容是什么？它跟一个小房间一样，我工程师进去，我做完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走了。所以你说要偷到东西，要泄密到东西，那个根本只是一点点而已吗？是。那现在目前在我手上的这一片就是12寸的矽晶圆。对。那12寸的矽晶圆，它从这个一片空白的到真正做完这样子的制程会有多复杂？我这边所提到的，不管是薄膜沉积、黄光、光阻涂布、曝光、显影、蚀刻等等，每一道制程在台积电里面基本上来讲就是什么一个部门。这个部门里面它又会切到非常非常的细，而且台积电为了要做一个更加速的先进的一个研发，它不会是说这个制程只有让你这一组人做，不会。它同时可能让 A、B、C 3组人同时去做，为什么我要去试出最快、最佳化的条件？对，所以其实每一组人其实都是做里面非常非常关键。我可能譬如说这一道薄膜，我要设计做到多厚、多薄的这样子的一个制程，我必须要去试
所有的下面的工程师，大家就要去试这个条件。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做里面非常非常细，我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都切到非常非常细。这里面每一个工程师他做的可能只是这里面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今天如果假设这个2奈米的制程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即使外流出去，其实凭良心讲，它除非能够把这整个这么复杂的资料全部偷出去，要不然它其实很难能够所谓抠出去就能够复制得出来，这是很难的。因为呢，其实在 FinFET 之后，在所谓的骑士长效电晶体之后呢，它其实每一个各自的奈米节点其实是各自表述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先前大家在讲所谓成熟制程好了，28奈米。什么叫28奈米的意思？指的是在最早的这样的一个电晶体结构的时候，最难做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闸门。对，这个闸门的宽度有多宽，它是最细的地方。如果在这个最细的地方我可以做得好，良率又够高，那我就说，那我的技术就越好。对，所以当时大家就有全世界大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可是到了骑士长效 FinFET 之后呢？我们讲到它的结构变了。我今天这个宽度，并不见得代表我的技术难度，因为我有可能是做得更高。所以在这 FinFET 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它真正包围的这个电晶体的这个作用的区域是在这个么字形的地方，所以呢，你不能只说我的这个宽度比较窄就代表比较厉害。所以在这里来讲，就衍生一个问题，在当时的这个 Intel， 他就说我的10奈米的制程技术、制程节点，它的这个技术比台积电、TSMC 以及三星它的制程这个里面的电晶体密度都还要高。对，所以他说我虽然叫10奈米，但是我等效以你们的标准来讲，应该是你们的7奈米。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